澎湃新闻报道，10月10号，华南理工大学武山校区保卫处针对网传一女子控诉遭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强奸一事，称学校领导当时已到场处理，9号中午警方已出警。10号上午，涉事教授王于磊短信回复澎湃新闻称：“我会澄清的。”10月9号，一段音频在网络流传，一女生哭诉道：“帮我伸张正义，他强奸了很多人。”9月22号，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中心官方公众号发布决定称，学校收到关于王于磊不当行为的举报，经查实，王于磊严重违背教师职业操守。10月9号，校长办公会决定对王于磊予以解聘。王于磊，男，出生于1988年2月，中共党员，社会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7年从知名期刊转行进入高校担任副教授，2018便破格提升为正教授，当时他年仅30岁，是该校最年轻的正教授。澎湃新闻报道，据铜陵市公安局官方微博铜陵公安在线10月9号23时55分消息，9月30号18时29分，铜陵市公安局接报警称，我市某酒店大厅有人持刀伤人。经公安机关初步调查，系蒋业贵与朱某某发生矛盾纠纷，持刀将朱某某砍伤，致其左手耻骨骨折，右手虎口等处受伤。现伤者情况稳定，正在积极治疗康复中。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蒋业贵于10月1号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10月7号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公安机关将严格依法办案。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记者从鸡西市委宣传部获悉，10月5日，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兴农镇某社区居民王某及其亲属9人在家中聚餐，期间共同食用了自制酸汤子。调查得知，该酸汤子食材已在冰箱冷冻1年，疑似该食材引发食物中毒。经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技术部门现场提取物检测，未查出氰化物、有机磷类、呋喃苷类、胺锭类、毒鼠强等有毒物质，排除人为投毒可能。经医院化验检测，食物中黄曲霉素严重超标，初步判定为黄曲霉素中毒。截至目前，共有7名患者经抢治无效死亡，2人仍在抢救中。相关部门提示，受黄曲霉菌污染的粮食及食品不能食用。毕节交警消息，2020年10月10日上午9时许，一辆牌号为川 EJW457 的四川泸州籍依维柯小型客车由泸州驶往昆明，行至毕节市七星关区境内下荣高速1685公里加50米处时，在大雾路段追尾碰撞前方一辆大型客车，引起2车起火燃烧。大客车上所有4乘人员第一时间全部安全疏散，依维柯小客车上有5人跳车逃生。经查，事故造成依维柯小客车上7名被困人员死亡。接警后，毕节市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市政府负责同志立即带领相关部门赶赴现场，迅速展开处置救援工作。目前，事故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人民日报体育微博报道，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建明10月10号上午接受采访时表示，近段时间以来，部分项目所进行的体能测试仅是督促运动员加强基础体能的措施，不会影响高水平运动员参与奥运会等国际大赛的选拔。李建明同时表示，国家体育总局已经要求各项目中心总结体能测试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相关措施，使体测更加科学，更贴近项目实际。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报道，近日有网友通过网络爆料称，在北方民族大学一门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通识课上，有老师在为学生宣讲女德等内容，并在爆料中配上课程中有关女德教学内容的 PPT 截图，其中出现了男女尊卑有别、妇行妇德等字样。事件爆出后引发舆论热议。10月9号晚，北方民族大学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情况说明，表示已就此事成立调查小组，学校将根据调查结果依规严肃处理。10月10号，红星新闻从北方民族大学了解到，目前校方已和上课的每一名学生及授课老师进行谈话。校方称，授课老师在课件制作中存在课题选择的问题，并已积极纠正该教师的课程内容，让其认识到错误。但校方也明确表示，该教师上课并非一整堂课都在宣讲女德内容。
中国基金报报道，节后首个交易日盘后，两大千亿猪企公布了前3季度业绩预告。生猪养殖龙头股牧原股份势头依然强劲，第3季度预盈100亿至105亿元，同比增长5.5倍至5.8倍，前3季度预盈大增14倍。估算下来，第3季度牧原股份一天净赚超过1亿元，一个季度的净利润与整个上半年持平。另一养猪大户温氏股份业绩则没有那么亮眼，净利润预计较上年同期下降 9.69% 至 16.07%。尽管公司业绩亮眼，近期随着生猪价格持续调整，牧原股份股价也有所回落，同时股票遭遇大甩卖，市值缩水近1000亿。养猪巨头连遭抛售，其背后是市场对当下猪周期的争论。10月9号晚间，牧原股份披露业绩预告，预计2020年前3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7亿元至212亿元，同比增长 13.93 倍至 14.29 倍。而仅刚刚过去的第3季度而言，牧原股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亿元至105亿元，同比增长 548.25% 至 580.66%。今年以来，伴随着猪肉价格的上涨，牧原股份股价不断上扬。截至7月15号，牧原股份股价创下了 99.01 元每股的历史新高。然而，自7月中旬以来至今，牧原股份股价跌幅已接近 27%， 期间市值由3710亿元缩水至2720亿元，减少近1000亿元。澎湃新闻报道，针对住建部通报湖北省荆州市违规建巨型关公雕像，破坏古城风貌一事，10月9号，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回应澎湃新闻称，住建厅高度重视该事件，正研究处理。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违建的荆州巨型关公雕像并非个例，此前还有城市建设大型关公、老子、柳宗元等雕像，或被指违建违规，或主动停工拆除。广东肇庆也曾违建巨型关公雕像，在官方要求整改的情况下，相关工作却一拖再拖。据广州日报报道，肇庆市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回顾了事件过程。经调查发现，北岭将军山关公雕像等建筑物建设存在违法用地，没有履行规划审批手续，没有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以及没有申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诸多违法行为。四川日报消息，贵州毕节2车追尾起火致7人死亡。10月10日下午，记者了解到，出事的依维柯小型客车为9座，属超载驾驶。目前7名被困人员死亡，身份信息尚未确认，5人跳车逃生，目前均在毕节市人民医院。今日，贵州毕节交警通报，上午9时许，一辆四川泸州籍依维柯小型客车由泸州驶往昆明，行至毕节市七星关区境内，在大雾路段追尾碰撞前方一辆大型客车，引起2车起火燃烧。社会都市现场报道，10月5号，河南南阳某商场超市，一位老人和老伴儿在超市买完东西，在超市出口有人发放奖券，2位老人也拿了一张，没想到大妈抽中了1等奖，券上写着1000元。这可把大妈高兴坏了，可到了兑换处一看，这里全是珠宝。售货员表示，这1等奖是一张抵价券，只有买这里的珠宝可以抵1000元，而这里面的钱是不能提现的。老人听了售货员的这番话，这到手的大奖居然是场骗局，一气之下晕倒在地，而珠宝柜台的售货员却冷漠地看着老人倒地，无动于衷。天上不会掉馅饼，而就算掉了也不会掉在你身上，不要去相信一些这种很常见的套路。一些老人有可能接受不了商家的这种套路，促销没人阻止你，但可以用一些正规的方式，不要把这个券越抹越黑，到最后没人会相信这种大奖了。上官新闻报道，凤凰男病逝，1000万遗产只留给儿子40万，原因竟然是婆媳不和。毛卫东70后，出生在成都农村，白手起家成了某金融公司的副总裁。妻子包玲玲80后，上海姑娘，从事医疗行业，因不同意公婆与自己同住，产生了婆媳矛盾。2014年孙子诞生，婆媳矛盾升级，甚至报警。2015年，毛卫东去法院起诉离婚，却被确诊为了直肠癌肝转移。毛卫东撤诉，1年多后，毛卫东去世。毛卫东曾抱怨妻子不看望自己，不肯拿200万让他去美国看病。在遗书中，他对自己的财产进行了分割，
上海的房子给父母，成都的房产份额给姐姐，理财保险给儿子，车子给妻子，其他存款父母妻子平分。1500万的遗产中，只有40万属于儿子小宝。毛父毛母起诉，要求每2月看孙子一次，寒暑假还要带回成都生活半个月。官司经1审2审，认为祖父母本没有法定探望权，加上两边关系恶劣，探望不利于孩子成长，本着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驳回了毛父毛母的诉请。毛卫东的遗产到底怎么处分？律师回应，本案因为男方生前留有遗嘱，且遗嘱经法院审理后被法院确认为真实有效，所以男方的遗产依据其留下的遗嘱进行处分。祖父母、外祖父母想看孙子，他们该怎么办？律师回应，法律确实没有明确规定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孩子的探望权，1审、2审法院均做出了有利于孩子的判决。纵向新闻报道，近日，山西临沂一退休老师帮学生做担保借贷18万后，学生失联一事引起热议。10月10号上午，记者联系上当事人李中随老师，他告诉记者，因为学生失联，自己只能被迫还贷，银行卡被冻结，前后向周围的人借了6万多，帮学生还贷10万多，为还钱还曾去外地打工。今年63岁的李中随告诉记者，自己从1976年工作至2017年退休，当了41年的老师，而其帮助担保贷款的女学生于某正是自己的第1届学生。李中随称，双方已经有10几20年没有见面了，因为我的一些学生经常来找我玩，当时他来找我，我以为也是这样的。2017年6月的一天，于某带着办理贷款的业务员找到他，称自己的儿子在国外学飞机驾驶员，学费周转不来，让李中随做担保进行一笔贷款。我也问了贷款的人，他说1个月以后会把担保信息全部换成我学生的，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到了还贷时间，银行却还是给李中随打来电话，他们打电话我就催他，他一开始说行，交，我催他把担保信息改过来，但一直也没改。李中随表示，贷款公司曾让李中随提供于某老公的电话，但于某一直用各种理由推脱不给，到后来于某将李中随的微信拉黑，电话也再没接过。李中随曾去于某的村子找过他，但也无功而返。我也找了他们村的村支书，村支书也借了他5万，也联系不上。为此，记者尝试联系于某，截至发稿未获回应。陕西法制网报道，2019年10月，王女士和华美达神奇大酒店签订了合同，婚宴定在今年3月份，因为疫情原因，婚宴日期被推迟举行。王女士说，因为疫情，酒席一直没有办法办，我就和酒店业务员协商，从3月份推到10月份，最后确定的日期是10月8号。王女士说，在沟通的过程中，华美达神奇大酒店的业务员更换了3个，因为担心出岔子，她每次都和对方反复确定婚宴日期，在确认信息无误后，王女士才发放请帖邀请亲朋好友。王女士说，我从上海飞回来办酒席，我国庆节到的贵阳，我就和酒店洽谈一些细节，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和我说10月8号的婚宴场地被定出去了。听到酒店方这样说，王女士当场就傻眼了。关键是现在收回邀请也来不及了，这事儿可把王女士和新郎急坏了。王女士说，如果酒店不负责，我怎么办？我婚礼要办的，我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从上海飞回来了，我完全困在这个日期上的，我怎么办？王女士和酒店交涉后，对方愿意协助她更换到其他酒店，但因为婚宴餐标的价格问题又发生分歧，导致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经过记者协商，最终酒店方帮王女士把婚宴更换到了喜马拉雅宴会中心。对此，王女士表示同意。10月8号，王女士的婚礼也已经如期举行。证券时报报道，10月8号，美股交易的阿里巴巴股价突破300美元关口，郭台铭直接高倍套现了1半的阿里巴巴。10月9号，鸿海精密在向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中显示，子公司 Foxconn Ventures 卖出63万股阿里巴巴的 ADS。值得注意的是，去年郭台铭已经2度减持阿里巴巴超350万股，如今3次减持后，郭台铭仅剩63万股阿里巴巴。据悉，郭台铭于2007年斥资 2.5 亿元买入阿里巴巴股票，至今已经大赚超 28%。值得注意的是，1月20号，郭台铭总共质押 4.36 亿股鸿海股票，
以鸿海当日收盘价新台币 92.3 元计算，其质押股票的市值约新台币 402.4 亿元。金融业界人士表示，一般向银行质押股票申请出来的金额约为当时股票市值的 50% 到 70%。 以 60% 计算，郭台铭这次向银行质押股票可借金额约新台币 241.4 亿元。不过，关于郭台铭本次质押股票向银行借款的原因不明。7月10号，据路透社报道，两位消息人士表示，富士康母公司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计划投10亿美元，在印度南部成立一家苹果手机组装厂，以加速中国以外的全球化布局。对此，富士康方面回应媒体，不评论任何有关既有及潜在客户、产品、供应链伙伴的市场传言。武川警务消息，武川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2020年10月9号8时14分，武川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武川县二份子乡黑浪豪村村民马某贵因自家一只羊走失，与邻居王某生发生纠纷。二份子派出所立即派出2名民警赶赴现场，在调解过程中，民警与村委会干部提出多种调解方案，但当事人马某贵拒不接受。调解工作持续至中午12时35分，马某贵突然拔出随身携带的尖刀冲向王某生，民警对其进行制止时，马某贵将该民警捅倒在地，后又接连捅倒王某，捅伤另外3名在场人员，当场造成民警和王某生死亡，另3人受伤，其中1名伤者在送医途中死亡。犯罪嫌疑人马某贵已被公安机关抓获，目前2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界面新闻报道，据南华早报10号报道，从警方消息人士获悉，香港警方周六上午拘捕了9人，为当地一个走私集团的成员，他们涉嫌帮助12名港人非法越境。据香港电台网站报道，警方稍后将召开记者会交代详情。据中国海警此前消息，8月23号，广东海警局查获涉嫌非法越境的快艇1艘，抓获10余名涉嫌非法越境人员。据深圳公安局盐田分局9月13号消息，8月23号，广东海警查获的12名非法越境人员，因涉嫌偷越国境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健康时报客户端有媒体报道，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北湖医院大门外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当事人向医院求助，却遭拒，不得已将伤者送往14公里外的另一家医院救治。院方对外回应表示，因为疫情且假期期间，保安护士都是一个人盯一个岗位，也请当事人予以理解。10月10号上午10时，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院办工作人员向健康时报记者介绍，根据监控录像等，目前已对事件经过进行还原，和网络上的报道当事人的说法有些出入。10月7号晚，北湖院区急救医学科有急诊内科、急诊外科共2名医生在值班。事件发生期间，急诊内科医师始终在抢救心脏病患者。10月10号，健康时报记者联系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一位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关注到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北湖医院事件，目前事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人民日报客户端消息，9月20号，文山警方接到网民举报称，云南文山男主播直播强奸未成年女性，随即立案侦查，目前该案已告破，抓获犯罪嫌疑人10人。经查，网传视频内容系以戴某四川江安人、李某广西陆川人为首的网络色情直播犯罪团伙，为谋取非法利益，在四川、广西等地组织色情直播表演。贴文所称，文山初一女生系戴某的前女友张某艳，20岁，四川长宁人。文山警方在四川和广西警方的支持配合下，先后在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和广西自治区百色市抓获犯罪嫌疑人10人，5名男性、5名女性，均为成年人，端掉犯罪窝点3处。目前，该犯罪团伙10名成员已被文山警方全部抓获，并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深圳卫视报道，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打压仍在继续。中芯国际周日证实，已遭美国出口限制，供应商需事前申请出口许可证后，才能向中芯国际继续供货。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针对华为的禁令生效不到1个月，索尼、凯霞近日已相继向美国商务部申请继续供货华为。中芯国际周日发布公告称，
公司获悉，对于向中芯国际出口的部分美国设备、配件及原物料会受到美国出口管制规定的进一步限制，正在评估该出口限制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公告称，针对出口限制，中芯国际和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已经展开了初步交流，将继续积极与美国相关政府部门交流沟通。中芯国际重申，一直坚持合规经营，遵守经营地的相关法律法规。红星新闻报道，2019年年初，36岁的王兰与朱小斌发生了几次婚外两性关系。发现自己怀孕后，王兰不确定孩子到底是谁的，只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了丈夫吴林。王兰没有工作，因觉得经济压力较大，吴林要求王兰流产该胎儿。王兰嘴上说同意，但一直拖着没有去做。2019年5月，为解决儿子吴轩与自己不在同一户籍无法就地入学问题，吴林与王兰协议离婚，但离婚后仍在一起共同生活。2019年10月，王兰与吴林、儿子吴轩住在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的一家快捷酒店。王兰谎称要到医院去做流产手术，吴林就另外找了一个住处。10月17日下午，王兰在这家快捷酒店的卫生间内产下一个男婴，因无法确定男婴的生父，且由于经济原因无力抚养，王兰用淋浴房内的浴巾包裹该男婴，放置于2层塑料袋内，并将袋口打结，置弃于卫生间。当晚12点左右，王兰拎着装有男婴尸体的塑料袋，悄悄走出酒店客房，将塑料袋从12楼过道的窗户抛下楼下的绿化带。让人唏嘘的是，在这个孩子死亡后，谁是他父亲这个问题才有了答案。DNA 鉴定查明，朱小斌是这个男婴的亲生父亲。近日，南京中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王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